各位好，歡迎來到本期的深度宏觀解析。身為市場的導航員，我們本周在全球大類資產的走勢中，目睹了一場極為罕見且劇烈的異常背離。生產者物價指數超乎預期的向上狂飆，再疊加上周末特襲北京峰會所帶來的巨大地緣政治不確定性，我們清楚地看到，華爾街主力資金正在加速執行一場大規模的匯錢去風險化調倉。這不禁讓許多投資人深思，我們期待已久的第二季市場轉折點是不是真的已經到來了呢？今天我們不看表面的雜訊，我們將直接深入拆解這一波震盪背後的底層邏輯。這正是本周籠罩在市場上空的巨大謎團。我們必須先問一個問題：為什麼華爾街正在機械式的拋售科技股？各位可以看到 S&P 500指數出現震盪下挫，而納斯達克指數更是顯著領跌。但是與此同時，代表市場恐慌程度的 VIX 波動率指數卻急劇攀升，避險資金也正瘋狂湧入黃金，直接推升了黃金的定價。一邊是風險性權益資產遭到無情拋售，另一邊卻是避險資產的全面飆升。這種極度撕裂的市場張力，明確地反映出機構法人強烈的避險情緒。我們必須釐清一點，這絕對不是一般散戶的恐慌性拋售，這是聰明資金經過精密計算後的戰略性撤退。為了徹底解開這個謎團，掌握接下來的資金流向，我們今天的解析將遵循一個嚴謹的宏觀到微觀邏輯漏斗。首先，我們探討重新覺醒的通膨幽靈；接着，剖析特襲匯錢的賽局理論；第三步，拆解 MSCI 帶來的流動性抽水效應；第四步，聚焦 NVIDIA 面臨的終極審判；最後，我們將為大家推演第二季最具實戰意義的市場情境。那麼，讓我們立刻進入第一個核心議題，也就是市場目前最畏懼的通膨幽靈。本周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無疑是向過度樂觀的市場投下了一枚震撼彈。許多人只關注 CPI， 但我們必須深刻理解 PPI， 也就是生產者物價指數的威力。PPI 絕對不是一個枯燥的經濟學名詞，它是 CPI 消費端通膨最真實的照妖鏡，更是極具前瞻性的先行指標。請大家在腦海中想象一條漫長的全球供應鏈 ，PPI 衡量的，精準來說就是工廠大門口的價格。當原物料、能源價格乃至於勞動力成本出現剛性上揚，並且突破了企業原有的利潤護城河時，會發生什麼事？製造商在初期為了維持市占率，可能還會選擇咬牙自行吸收。但是，這種利潤的擠壓與吸收是有絕對極限的。一旦越過那個臨界點，這些多出來的龐大生產成本，最終必然會化為商品標籤上更高的定價，無情且痛苦地轉嫁到終端消費者身上。這是一個幾乎無法逆轉的傳導過程，它等於提前向我們宣告了未來的通膨將具備極強的剛性與粘性。我們現在就來一步步拆解這個令人痛苦的傳導鏈。第一步，本周公布的 PPI 月增率高達驚人的 1.4%， 這代表工廠端成本正在急劇且大面積的上升。這不是單一產業的問題，這是系統性的成本膨脹。第二步，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成本開始機械式地轉嫁給消費者，這將直接導致接下來幾個月的 CPI 展現出極強的僵固性。無論聯準會怎麼說，數字是不會說謊的。到了第三步，這實際上已經宣判了聯準會過去幾個月來精心為市場編織的經濟軟着陸劇本面臨了結構性的破滅。最終，我們來到了第四步，也是機構資金最不願意見到的情況，市場最深層的恐懼浮現了，那就是停滯性通膨。當經濟增長開始放緩，但物價卻持續飛漲，這種惡劣的總體經濟環境正迅速成為華爾街無法忽視的尾部風險。為了印證這個觀點，請大家密切注意 2.8% 這個關鍵數字。這是當前債券市場的平衡通膨率，它代表的是市場真金白銀對長線通膨的實質預期正在狂飆。
與此同時，作為全球資產定價錨的10年期美債殖利率已經悄悄逼近 4.7% 的危險防線。這證明了什麼？這證明了華爾街的聰明資金已經徹底向通膨投降，他們正在為更高更久的利率上限進行無情的重新定價。大家要知道，當無風險利率來到 4.7% 的高位，那些缺乏實質盈餘現金流支撐，僅僅依靠未來夢想來維持高估值的科技股，其股權風險溢價將會被極度壓縮。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估值修正的力道會如此劇烈。了解了總體經濟的壓力後，我們進入第二個維度——匯錢賽局理論。讓我們將視角從宏觀數據轉向更加詭譎多變的地緣政治戰場。在華爾街，對沖基金有一條最嚴格的防禦教條，那就是做多波動率，做空股票。這短短10個字，精準造出了本周科技股遭到學習的底層真相。請記住，這不是因為科技產業的基本面在一夜之間崩壞，而是一場完全由賽局理論驅動的匯錢去風險化行動。面對周末即將到來的重大地緣政治事件，華爾街那些管理着數百億美元的跨國對沖基金經理人，他們絕對不會去賭雙方談判的最終結果。他們的做法是嚴格執行基線式的金融操作。他們會大量買入 VIX 波動率指數的買權，也就是 call options， 利用期權槓桿來對沖潛在的極端尾部風險。同時，為了籌措購買期權的資金，並快速降低整體的淨曝險，他們會毫不留情地拋售流動性極好的科技權值股。這種不問價格，只問風險的機械式抽稅，才是導致大盤劇烈震盪的真正元兇。那麼，這些極度理性的聰明資金究竟在防禦什麼可怕的情況？市場的核心擔憂正集中在這場非對稱零和博弈的兩端。一端是美方是否會在這次會晤上進一步升級對先進算力晶片的出口限制，特別是針對目前 AI 算力主力的 H200 系列晶片。而另一邊，中方是否會動用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資源優勢，針對鎵、鍺等關鍵半導體材料實施毀滅性的反向斷供與出口管制報復？在這種極端的雙向尾部風險被市場完全定價之前，撤退到安全的現金避風港是法人機構唯一符合邏輯的理性選擇。接下來，我們進入第3步。除了宏觀與地緣政治的打擊，我們必須正視亞洲科技供應鏈目前面臨的突然性流動性枯竭，也就是 MSCI 流動性抽水效應。亞洲科技板塊目前正遭遇基本面與技術面的雙重殘酷夾擊。在基本面層次，由於聯準會降息預期大幅消退，導致美元指數破位轉強。這種強勢美元的虹吸效應，直接驅動了外資從新興市場進行戰略性的資本撤退。但我們更要關注的是極度致命的技術面打擊。MSCI 半年度指數權重調整。大家要知道，全球有高達數兆美元的被動型 ETF 與指數基金是盲目且機械地追蹤着 MSCI 指數的。當指數公司宣布微調台灣或韓國的國家權重時，這些龐大的被動資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他們必須在法定的生效日線內不計代價、不看財報地在市場上執行機械式調倉。這意味着，即便是像台積電這樣基本面幾家訂單滿載的重磅權值股，也會因為純粹的技術性抽水而遭到猛烈拋售。這完美解釋了為什麼這幾天許多優質股票的跌幅遠遠超出了其基本面應有的合理範圍。當所有的宏觀利空與流動性擔憂交織在一起，市場的目光將全部匯聚於一點。這帶我們來到第4部分 ，NVIDIA 的終極審判。請各位務必提高警覺，下周即將到來的 NVIDIA 財報絕對不是一份普通的財務預測，這是判定全球 AI 狂潮究竟是即將破滅的巨大泡沫，還是依然處於主升段的終極審判。我們必須放慢腳步，極其嚴肅，逐字逐條地來拆解 NVIDIA 目前面臨的3道地獄防線。第一道防線，Blackwell 晶片的良率，市場將會用最高倍數的放大鏡檢視其第3季出貨量能否穩穩踩住單季10萬片的基準線。
這不是一個隨意的數字，它直接驗證了 NVIDIA 新一代架構的實質量產與落地能力。第二道防線，這點至關重要，也就是微軟、Meta、Google 這三大雲端巨頭的實質投資回報率，我們說的 ROI 焦慮。如果 NVIDIA 無法向華爾街證明其昂貴的算力晶片能為這些投入天文數字資本支出的巨頭帶來實質的營收增長與 ROI 提升，這將是 AI 基礎設施週期見頂的最危險訊號。最後，第三道防線，台積電 CoWoS-L 先進封裝的物理產能。各位，這不是單純靠砸錢就能立刻解決的問題，這是當前 AI 晶片產出的實質物理天花板。這條極度複雜的封裝產線，若是出現任何良率卡關或產能瓶頸，都會瞬間成為掐住整個全球 AI 供應鏈咽喉的致命傷。為什麼華爾街會對這三道防線如此焦慮、如此神經緊繃？因為我們談論的規模是每個季度高達數百億美元的真金白銀 ，Hyperscaler 雲端巨頭這種史詩級規模的資本支出，是撐起整個 NVIDIA 乃至全球科技股超高估值的唯一底座。一旦這個龐大的底座出現任何一絲動搖的跡象，我們接下來所看到的估值連鎖修正，其破壞力將會是毀滅性的。綜合了通膨、賽局、流動性與 AI 巨頭的終極考驗，我們現在為大家進行第5部分，第2季最具實戰價值的市場情境推演。在樂觀的牛市情境下，若 NVIDIA 的財報能以碾壓之姿擊敗預期，並且大幅調高前瞻指引，這將如同強心針一般，促使觀望資金強勢回流 AI 核心供應鏈。屆時，市場極高的風險偏好將會暫時覆蓋掉我們前面提到的通膨隱憂。然而，在幾率最高、最可能發生的基本中性情境中，若財報僅僅是符合預期，沒有太多驚喜，科技股將會陷入一段時間的高檔箱型震盪。此時，聰明的機構資金會迅速將籌碼轉向公用事業或是核心消費等防禦型板塊，靜待聯準會的下一步動作。但作為理性的市場參與者，我們必須嚴格防範最悲觀的熊市情境。萬一 NVIDIA 的前瞻指引未達華爾街的嚴苛高標，且特悉會後雙方釋出嚴厲的貿易與科技禁令，那麼全球科技板塊將無可避免地承受10%以上的系統性回撤 ，AI 估值泡沫將面臨極其嚴酷的均值回歸與修正。在此關鍵轉折時刻，我強烈建議各位維持中性的現金水位，切勿在局勢明朗前進行盲目的方向性博弈。當然，在一片受殺的避險氣氛中，我們身為策略師，必須為大家留意那些容易被忽視的亮點。請大家密切觀察一個我們稱之為 Cisco 訊號的指標。Cisco 近期公布的財報為我們證實了一個極度關鍵的趨勢。AI 算力前端的龐大需求不是虛幻的泡沫，它已經成功且實質地向下傳導到了後端的企業網絡基礎設施。企業為了適應 AI 時代的龐大資料吞吐量，這種網絡架構的全面升級不僅真實存在，而且具備極高的時效迫切性。這是我們在震盪的市場環境中可以持續追蹤且具備高度確定性的投資機會。節目來到尾聲，各位投資朋友，我們必須深刻體會一句話：市場的本質從來都不是熒幕上那些隨機跳動的紅綠數字，而是資金為了獲取未來的確定性所願意支付的溢價。在目前 AI 產業的主升段格局與宏觀通膨幽靈的劇烈拉扯中，每一次無情的估值回測，都是在檢驗你對核心資產的信仰，更是測試你實質風險管理能力的殘酷時刻。在這場充滿迷霧的金融賽局中，誰能看穿價格震盪的表象，精準掌握背後的流動性變化與宏觀傳導邏輯，誰就能在第2季的轉折點中立於不敗之地。那麼，面對即將到來的變局，你的防禦陣地準備好了嗎？感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次深度解析再會。